大家好，我是 Hiker CP， 现在呢人在尼泊尔的波卡拉。In Taiwan, in our country. 那个 sponsor like Las Botiva and Salomon。我了解 Hoka 的程度，对 ，fake but A 货 ，A 货。如何分辨 A 级水货跟真的 Hoka？ 怎么真的 Hoka？ 最简单，问价钱。这家店是不是真的？当整间店呢没有任何人的时候，它就是正版的。而且你也买不起啊。对。这上面有几样可以吃诶？青椒豆腐，可以挑着吃啊。哦，你那张会签吗？板豆，你看板豆。Smile, thank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kay. So, yeah, I'm not sure. 随性的，看就结束了。我们看起来像来到一个板斗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很纳闷，怎么会一个报道看起来很像要签那个，很像要签礼金簿哎。你在这里要签那个礼金簿，你就签你的名字的那斗内这样子。你的心率是最快的，你知道吗？哦，签完礼金簿了，斗内，礼金簿呢？问大会人一问三不知啊。哦，有啊，他说有付钱呢。好，这是出来的下水点，往这边左转。好，我们现在尼泊尔的市区，在从下水点出 T1， 一直要骑到市区，从市区进山区的这段路大概6K， 来探这条路这样子。那因为这边是靠右驾，所以靠左，要非常小心的骑呀。对，这边骑公路这是一个非常怪的事情。被拉爆了，探路。那因为今天不是假日，所以车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在应该是下班跟下课的时间这样。OK, good。这里有一张沉船哎。可以看沉船啊。沉船。游泳的地方可以从那边跳水。本来是明天早上可以游，可是因为官网都取消了，所以我们现在来下水点看。那下水点呢，遇到 local 说可以游这样子。我们向导他是说游泳会被警察 police 抓走，可以游啊。其实因为很大，所以就算有船，其实也不太会撞到这样。就是明天会从这边下去，很小的复利，所以也不知道 T1 的车子到底摆在哪，那后天就知道了。好。现在的分装，明天的胶囊 O2 会在每一个增补剂的时候都放1颗，它就持续补。骑车还好，但是爬山就会上到高海拔。O2 去增加含氧量，还有硝酸盐，让它浓度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状态。牛磺酸没有放的特别多，是因为骑车的时候就会吃掉不少的果胶，那加上这个容量有限，所以我就补了1颗这样。那 RC 主要是会每一次都补2颗，我每个都放2颗这样子，就持续补是没有什么问题。咖啡因我会抓时间，大概抓3到4小时补1次，所以我就间隔放。那电解质每一次补2颗。报名的时候填，它就写这个，很随性的。我一打开呢，没错，只有这些东西。非常少，应该是布贴，骑车跟跑步都要带着。从 T1 去给，然后他会帮你送到终点的饭店，贴安全帽。他说前面、后面、侧边高兴就好。然后这个呢最神奇 ，QQ 的字，
swimming cap number 要贴在你的泳帽上面，所以我们昨天有问他说这个贴纸有防水吗？他说没有，所以有可能会掉。贴上去，但你上来的时候呢，你要大声喊出你的号码，要喊什么？039，不对，要喊39。上来怎么说 ？Go go， 039 39 go go 39 achieve。我觉得喊 achieve 呢，他应该会知道了。那我们就达成了那个游泳的这个目标，这样。好 ，Himalaya try 出去骑车这样子。好，这应该是前面的前置作业。BM 做的，好屌啊！那先这样粘，但我发现呢，可能因为是尼泊尔，所以它没有很粘，它看起来快掉了，所以这掉在泳帽上很厉害啊。OK， 反正你速度够快，它就会往后吹啊。是那个鲤鱼鳍吗？对啊，因为湖很臭吗？对，我担心那湖很臭。你要先吃止泻吗？先吃尾药，吃的跟钱，因为可能路上要买东西，然后医护自己要吃的补给，先放在这一袋里面。轻的食物、重的食物就放在车上。WD 这个上管包呢，它这个是做防水的拉链，让不怕下雨。但我明天比赛会把前后两个拆开，让它就可以推过去，可以拔掉的哦，所以直接把它拆掉。那时候我在取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推去拿我的水瓶，这个非常黏啊，然后也不会放太，非常方便，可以放很多补给。啊，那个拾荒老人哎，都是一些贵贵的东西。下水点，下球还没拉好。你觉得我们如果等到11点，会有现在可以差不多出发去放？人在尼泊尔的波卡拉，离加德满都飞机25分钟，但我们是坐车坐了7、8个小时这样子。那这个是X-Tri World Tour 的全世界呢，只有台湾跟尼泊尔在亚洲这2站。那蛮幸运的，台湾其实有这样 FXT 的比赛，是非常鼓励大家参加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到 X-Tri 的赛事这样子。世界上最高的 Extreme。Triathlon 极限铁人3项，游泳一样3.8，骑车它骑车距离比较150到160左右，3300到3500之间，因为他们 GPS 不是很准。跑步呢根本不是跑步，是 trail run， 要上到 Mardi Himal 的路线43到44K， 爬升是接近3000左右，总爬升大概会是6000到6500。那主要是因为海拔非常高 ，Mardi Himal 你要上到4000做折返。在这个赛事呢，总共只有46参加，2个女生，这2个女生呢可以拿到挪威的一个资格，因为上次 FXT 没有完赛，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尼泊尔博卡拉参加这个 Himalaya Try， 因为呢可能是觉得高海拔是我的优势所以我就参加了。进车路线实在是非常可怕，如果我可以活着的话那刚才看了一下游泳的那个费蛙湖这是一个博卡拉有名的湖，那湖非常大，上面是有船的。那明天比赛应该会做封锁，不过呢刚刚是很多的淤沙，我可能会吃草这样，边吃草边游泳。想要来参加 Himalaya Try， 它是有包套型的，所以选手是可以住在这边，他会带你去爬山的路线，那就是 Mardi Himal 我们自己去了，这样就是报道的地方。我们算是都是自己搞定的，请了 Bishop 帮我们处理这全部 Mardi Himal 加比赛的一个行程，包含接驳车2台因为我们是唯2台湾人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其他 Asia 就我们2个台湾人，算是第一次台湾人来尼泊尔参加这一场赛事，怎么样呢？我们看下去 ，Go Go！ 头巾，徽章。他以为应该要看他拿，然后这个是 supporter， 说要穿这个衣服才能进网址第1位，是很懂。这个 fashionist，POP 字体，香台画膜非常的薄，轻量化。如果没有这个3000内，要看要拿黑山。OK。3500。刚刚是选这个。你看它上面。这个 challenge。台湾吗？有啊。那里。上面是钞票就是那个旗子。
人会请当地的guide，就他们有个 support， 但是又会再请一个guide，以防万一出事这样子。如果你想要当地的 supporter 呢，就要来付美金，哦，付美金。OK。39到。那拍什么照片？GPS 的大头照。这东西为什么不事先可以拜了就好了？要这么？这样比较 real， 怕你修图啊。去。劳师动众。另外一个女生，你不要输她哦。我在干嘛？哎，不会输她吧？牙齿。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结束了 briefing。总结一个重点，我觉得听到一个最神奇的就是说，第一个在湖面游泳，我打雷，他就叫你起来。他有说这个比赛是从30度到山顶是只有0度的状态，温差非常的大，要注意保暖。他们觉得安全是 X-Try 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茫然。游泳的路线，他也不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游，会有一个独木舟在旁边做介入，7颗浮球在水中这样子。等下会先去试游，小紧张 ，Go。全部都是草，下去就吃草。现在他在捞草。第一个抵达转换区 T1， 然后都没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哎，先抢先赢。早起的鸟儿，随便放。转换区还有小狗吗？Yeah, have to be inside. 吹啊，最会吹男人。抱枕男人，抱枕吹，抱枕之吹。这颗最重要。然后里面有荧光，水温多少？不知道22吧，21。好冷啊！加油！你有信心吗？有。加油！现在在干嘛？淋雨。大家都躲在，我们没有位置了。30 minutes delay. 30 minutes delay. You start for assess. 4:30 start. 然后30分钟。好绝望。Everybody understood? Yes. 取消了，一直闪电，半小时后启程。А потом дадим уже. Не будет взять. Мои красавчики, не потеряйтесь. 笑一个。其中2个女生。Then you race. 打雷啊，跟 FXD 一样有那个火的仪式。现在呢，就准备要挑战公路赛了。因为刚刚打雷实在是一下去就被电到了。OK。5, 4, 3, 2, 1。
观察哦，不要急哦。你现在第2名哦。怎么？我有看到。你想？啊，我刚去尿尿。有累吗？加油！有在跑，有看到你。我有看到，你小心骑，要记得吃东西哦。落地。跑这个路呢，要过3次。哦。
是往上。你看黑天不可。 Up on the bridge. 现在那个第一个又说要骑到山顶上去。好。 可乐，可乐，帮我开，走。你们要买1罐，要买3罐。来。 对。加油，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嗯，抽筋，抽筋。你要不要再喝一口？有买冰水给你。然后你要4个小时到 High Camp， 是可以吗？做得到吗？办得到吗？踩不动啊！快了，快了，这个前面有一点点而已。怎么那么高？是要快要到那个崩壁。
T2 喽。如果你有钱呢，你也可以一个 porter 请2个 supporter 啊。有点累，要边走边放。下雨，停了。一开始很累，现在好一点，但也跑不起来，上坡慢慢走。好累哦，那脚印不是有些，都那么累，爬35度以上。我们现在海拔2200，我们要到多少3000。？Low camp 吧。我们3000。有信心吗？有信心拿到黑山吗？要到岔口了，是打雷。呀，你看，要80电子出棉花霜。我刚刚又扭到脚一次，而且是比之前严重。我就是翻船之后跪在地上大哭。我稍微缓和一点，我就陪骑兵跑走的，应该是11公里。我在发言，我就是连声音都沙哑。然后总之，因为时间关系，他要赶那个管制，所以我就说请他就是自己先走这样子。就希望他一切顺利。好，到了 Rose Camp。不用见过的啊？好 ，Rose Camp。现在人在剩0.7往 Low Camp 的地方。阿飞他一开始就扭到脚，不太舒服，就在 Forest Camp 等。那我就自己上来 Low Camp， 是6点14。它关门时间点是7点30的 Low Camp， 应该是没问题。然后等一下在 Low Camp 休息一下。过了 Low Camp 之后，它的规则是你必须上 High Camp 再折返才会有 Black T-shirt。我真的不想上去 High Camp， 我想去 Final Camp。太累了，真的是 Himalaya Extra。会有人把跑步段直接弄成爬山，岔口跑到 First Camp 这一段比较缓的地方，我还跑得起来。一开始是蛮巨大的差，一开始我真的不想走，也走不动。后来好像渐入佳境，胶囊有些作用吧，然后也慢慢习惯爬山的模式。好，继续 Go！ 终于 Low Camp， 终于到 Low Camp， 脸都凹了，等一下先休息一下。好，总共13个经过这里。点了个 Ginger Lemon Honey Tea， 可能死了。是12个通过了，然后有14个通过 Low Camp。那博龙在你在最近 High Camp 的位置，然后你也是要上 High Camp。
上这个故事 Patek Alpha 手套和你的头套、头灯都准备好了。鱼尾峰。好，来到8000了。普纳 South High Camp， 这边就是鱼尾峰。哇哦！ 完全摸黑了，远方都有参赛者头灯。好，摸黑反而我觉得走得更舒服。摸黑就是我主场。啊，走走遇到怪物。终于，我在走了。 不对，要走下去，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也非常的累。这下没结束，等下还要走14K， 才会回到终点，下8公里回到 First Camp 这样。上去 view point， 景超漂亮的，景不错，我有拍很多，在下面。我们刚好是如何？还有14K， 还有14K。 越久越累，你会累吗？你看起来会，会呢。我想要干嘛？我自己来弄，我会死掉吧？疱疹很累，疱疹啊，那他妈弄到变疱疹完了。啊，7小时出头，赶快下去 ，Go Go！ 哎呀，这只好像也带回它会痒。耶，我超它没有头灯哦，所以跟我们走。第一次在穿短裤走来走去。 在远峰山上我不会穿短裤，不过呢，真的是不会很冷。早起就在动的时候还好。这样。First Camp， 听台湾在吃面啊，聊了，他都熬了。 听台湾这个睡很久，我没有睡很久。要岔路。啊，上。嗯。我还要保镖。那我没办法。 结束了。你在这里？对啊。我关起来了。哦，准备进终点了。大乐睡觉。 见了，12小时41K， 停电。 笑一下。
次 Himalaya X-Tri 的比赛过程中呢，因为资讯非常的缺乏，那在每年的路线上，它基本上都不会给 GPX， 在网络上你是查不到。我们是透过2-3天前去私讯他们来拿到 GPX。那如果你真的没有 GPX 也没关系，其实在自行车赛段过程中，左右侧向其实都有蛮多的法警 Marshal 会记录你的号码，以及当地的工作人员会在路边做指引。在做右转、左转或是岔路口，一定都可以看得到工作人员的指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心安的，所以不用太担心。那当然，在赛前的 orientation 也会做路线的补充，你只要知道大方向总共就是有2个 U-turn， 然后你会经过2次的 T2， 这样其实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我的 GPX 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做参考使用。不要太相信大会的 GPX，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自行车中就是有看到 GPX 已经到了，可是我们回头可是发现路其实还是要继续走这样子。再所谓补给员以及补给车你可以带自己的 supporter 过去，但是有蛮多的选手我们观察到都是自己去，或是带家人去，那还是会请一个当地的 supporter， 费用大概是120到140块美金，可以请到一个当地体育生，那有一些是有从事越野跑活动的 supporter 这样子，就全程在补给车上跟着你，然后到跑步段跟着你跑，你可以把东西让他去背这样。其实最多呢，你可以请到6位的 supporter， 那你只要付够多的钱，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车子的部分呢，大概是180美左右。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找 local， 我们就是自己找 local 去做补给。如果你是跟大会买的话，就会有一台车、一个驾驶以及一个 supporter 这样子。这个如果你是买 full package 的话，它就会全包在里面，也包含所有事前的探路跟一些比赛中需要的东西这样子。那在跑步段呢，以为说 supporter 要陪着选手全有全无，要么就跟着跑，不然就是不要跟。其实后来发现说，因为当地的路线有非常多的 T house， 所以就算你 supporter 出现问题，你可以请他在某个 T house 等你，那选手自己上去再做折返是 OK 的。可是只要你一进到跑步赛段，基本上呢，你就要想办法回到终点，这是必要的一个结果。游泳的部分呢，是在博卡拉的市区费瓦湖，那海拔大概是800米，我觉得高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原则上都是只游一圈，而且是 L 型的形状，转弯的地方都是靠右。那他在过去的经验基本上呢，都是拉在3000到35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据我们的观察跟了解，他是不会拉到3800。他在游泳部分是是早上4点出发，一定会带着一个浮球跟荧光棒，但是会有蛮多的独木舟做介护，所以在游泳上面是不太需要太担心。因为试游的部分呢，官方跟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很了解那个时间，而且在网络上都改来改去，所以我建议就是你提早到，前几天你直接到岸边，从 T1 的地方直接下去游。那你要注意一下独木舟跟船只的经过，应该就 OK 了。那自行车路段呢，其实从 T1 出来之后会经过一小段市区，接着就转往到山路。那总共会有3段的长爬坡，第一段就是从市区接到山路，大概会有22公里。这段是非常陡峭窄小，然后在补给车停的地方也不太容易，所以我会非常建议补给车发一个大站点停之后呢，就到 T2 去做准备，因为这一段其实不会花到太多的时间，虽然非常非常陡峭。T2 之后呢，就会是40公里的长下坡，那这段非常考验你的控车能力，因为它的路面虽然是柏油路，可是是非常不平的。那到下到第一个折返点之后呢，说你从40公里下滑到底之后，还要再往上爬坡的一段，到他们的某一个观光景点，再做折返回程，做40公里的长上坡，回到 Candy 这个 T2 的地方。接着呢，继续往前走，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路面，16到20公里的下坡，到第2个折返点做回转，原路往上爬回到 T2。总共呢，这个路面上会做2次的回转，以及会经过3次的 T2。通常在折返点跟岔路都会有一些工作人员的指引，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只要注意，就是在很多的路面上，其实会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坑洞跟不平整的地方，那千万要放慢速度，以及事前的胎压不要打得太高。直接有 Gravel 的公路车的话，是非常建议你直接骑 Gravel 的车子去做这次的挑战。这样子，步段的路线呢，就是走 Marty Himo 的这个健行路线，大致上会分为登山口 T2 到 Australia Camp， 然后再到一个岔路口，岔路口再往前推到 Forest Camp，
以及在往上就是 low camp 跟 high camp。那它的管制点非常的特别，很多人会搞错，必须在5点45分，也就是最早的一个时间上到 high camp 才有机会再往前推到4000米的 viewpoint。也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在这个时间点过了 high camp， 是没办法上到 viewpoint。要有过 high camp， 你就可以拿到黑山外加4000米的徽章。那第二个管制点就是在 low camp 是7点半，你的速度是比较慢，没办法上到 high camp， 但是你仍旧可以在7点半前过到 low camp 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上到 high camp 再做折返，那你就不能上到 viewpoint。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到黑山，你完成的就会在3500公尺海拔的这个过程，那会比前面讲到上到4000的会少7公里左右。不过这些人全部，不管你上到哪里，全部都要想办法回到终点。就是如果你没办法在7点半抵达 low camp 的话，这时候呢，不管你的时间是如何，你一定都要到 low camp 做记录，做 checkpoint， 再回到终点。这时候你就会拿到一件白山。补充一下，如果要找当地的包车或是攀登公司或者是向导去处理所有的一切住宿跟比赛中的一个补给车的话，非常推荐我们找的这一家向导公司。在比赛过程中是非常了解比赛的赛况，而且都知道所有的路线。司机更甚至有在去年就已经驾驶过这场比赛的经验。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要买大会的包餐，那你可以去找这家向导公司帮你做比赛的备诊，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总结来说，这场比赛最难的部分应该会是自行车啊，因为自行车它的爬升以及路线，还有路面考验你的控车的能力，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赛段。虽然说它的距离没有到180K， 但是爬升也是有3000到3500左右，然后加上路况不是很好，所以非常的困难。最难的部分在跑步赛段，因为有目标想要上到4000的话，从距离已经拉到47到48公里，跟官方讲43是不太一样。后面就是高海拔的适应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推荐一定要在自己的国家去做好高度的适应。它在出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路径，所以基本上都在做登阶以及往上爬的一个动作，完全没有所谓的危险地形。一般的山径，然后阶梯、石板路一直往上爬，爬升大概会落在2800到接近3000米左右。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后段，你必须回到终点的一个非常陡峭的长下坡，这个是让大家非常精神耗弱的一段，想办法盯到终点。所以我建议的策略就是一定要在自行车段抢更多的充裕的时间，能够在5点45分到达 high camp 是非常紧凑的。攻到 high camp， 在自行车的训练以及赛段一定要掌握好你的时间。OK， 那这是 Himalaya X-Ride， 我跟博龙算是第一个去的台湾人，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人。如果你想要挑战极限铁人三项，尼泊尔会是一个非常经济又实惠又能够满足自虐的一个比赛。这支影片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铁人三项好手想要来参加尼泊尔的 X-Ride 的话，参考这一支影片的资讯，让你在比赛前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最后呢，去尼泊尔比赛不要有太多的竞争的心态，因为大部分大家去都是去玩的，而且没有什么太多比赛感觉，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你很难有那种比赛的紧张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准备好，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那就 OK 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启小铃铛。我是 Hiker CP， 我们下次山上见，拜。